有请1号男嘉宾。3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大家晚上好。我叫李浩伟，今年23岁，来自山东青岛。来，选你的心动女生。来，别的事我们先搁一边，我们先问问身高。我186，你多少？听实话还是虚报一下？说实话。实话，2.02米。没事。该干什么了？我给吓的。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能和对方分享童年的照片。因为我觉得童年是一个人最天真、最可爱的时候，所以就想和对方互相分享一下这种天真可爱。哦，哎，你别说，他跟那个时候长得一样哎。确实稍微小了一点，没有那么高。这是多大？2岁还是1岁来着？这是几岁？这是7岁。你小时候长得很成熟啊。没有参照物，你也不知道多高。你大概从几岁开始，你就觉得自己明显比同龄人要高很多？从小开始。从2岁开始。他说你们都以为是2岁吧？其实那是1周岁。这个时候这是7岁是吗？那个时候大概多高？1.92米。大概就比同龄人稍高一点吧，我具体多高我不记得了。不，他大概在5岁之前比一般人高一丢丢，然后他的生长是个加速度，知道吗？就到了14、15岁之后，那就一骑绝尘就去了。他打小就能看出现在的这个长相。24号，全场身高最高的女生。我小时候有一个在那个黄角树瀑布下的，就也是一个毕业的，然后是个男生头的一个照片。小时候嘛，妈妈懒得给我梳那个长辫儿，然后我就整个小学都是那个男生头，然后当时又胖胖的，然后我们班上男生要笑我的话，我就追着他打，后来就越跑越瘦，然后后来就从来都没有长胖过了。哦，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有接电话拖延症。因为我觉得现在一般就是发微信交流吧，平常的话，就如果打电话或者是打语音的话，一般都是一些比较紧急的事情。如果这个时候选择看不见不接的话，那就会有点更着急了。10号。你好，男嘉宾，那万一是真的在忙，没有看到，忽略到了呢？对呀。就这个就和我说的不一样了，因为我说的是看到了故意不接，就是接电话拖延症嘛。忙的话肯定可以理解。19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你跟对方吵架了的话，然后你打过电话去，但是女方并不是很想接，然后这种情况的话，算是接电话拖延症吗？这种的话，就是毕竟我知道我惹他生气了。所以，该不接就不接吧。他明白什么事不接啊。看片子。编程就像是一场迷宫探险，而程序员就是在寻找出路的勇士。我是李浩伟，目前是一名前端开发工程师。从小就对编程感兴趣，慢慢发现自己的空间思维能力还是不错的。鲁班锁、拼积木。在小朋友中总是能第一个完成，我也被朋友称为行走的指南针，无论去哪，我从不迷路。数据是冰冷枯燥的，但不代表程序员就是不懂浪漫的。
通过简单的快捷指令，我就能编出一个情侣短信问候的程序。就算远在天边，我也能让你感觉近在眼前。我觉得有程序员的技能加成，我表达浪漫的方式会更加特别一点。我是一个时常在电脑跟前的程序员，也是一个身高2米的山东大汉。大学体育专业的我，篮球是我刻进血液的爱好。我初3就长到了190，那个时候教练让我打中锋，但我偏偏喜欢投3分。3分球的风险和收益并存，每次投进都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惊喜感。我觉得任何一个爱好一旦成为了工作，兴趣就很容易被磨灭了，所以我尽量选择与篮球毫无关系的工作，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开心的打下去了。我是一个主动行动派的人，拒绝无效的关心。与其打字说今天下雨你记得带伞，不如下班直接去公司门口接他。与其说多喝热水，不如煮好红糖水，备好暖宝宝给他。作为会下厨的淄博人，淄博的美食绝不止烧烤，淄博酥锅、淄博炸肉，我都可以在家给你做。如果你愿意，我就是你的私人大厨。我们曾经也有一些身高在195以上的男生都说起过身高带来的烦恼。我再问问你，我想证实一下是不是都比较趋同。你最讨厌别人问你什么？最讨厌别人问我就是身高带来的这种烦恼，就比如说，不是，就主要是后面的问题。你好好讲一讲这个问题。大家每次知道我身高之后，都会问的几个问题：床够不够长？裤子能不能买到？鞋能不能买到？过门的时候会不会碰头？每个人几乎都会问。我听到的另外一个版本是，他最讨厌从小长到大的是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去打篮球？从街坊邻居到新同事，到公交车上见到的不认识的人，就在公交车上，一个老大爷在旁边说：“你怎么不去打篮球？”有在地铁里，你为什么不去打篮球？他火了，他就一路追着去，我就不打篮球，我就不打篮球，你管着吗？我不打篮球，我讨厌打篮球。这个事儿我记了一辈子，我就不打篮球。7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个子这么高的话，你对找女朋友的身高要求是喜欢萝莉型的，还是喜欢就是比较高一点的高挑型的？就我都来相亲了，我对身高其实都没什么要求了。好的，好的，谢谢。只要比我矮都可以了。你倒是能找到比他高的呀。13号。男嘉宾你好，刚才在 V32里看到你是那种比较行动派的嘛，然后你不希望就是接电话拖延症，那如果我们吵架了，就是我们也没有面对面，我就是不想接你的电话，你会怎么办呢？就如果是同一个城市的话，大概半小时1个小时不接就杀到对方楼下去。如果是异地的话，可能长时间不接我电话，然后我肯定会很着急啊。就会选择到对方的城市那边去吧。谢谢，我还挺喜欢这种行动派的男生。谢谢。11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也在短片里看到，就是刚刚赵晴说到的，你是一个行动派，就比如说女生肚子痛，你会给她煮红糖、红枣那种姜茶，然后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因为像我之前有遇到过那种问我你吃晚饭了没，我说没有吃，在忙工作，说还没有下班，然后他就说没有按时吃晚饭，这都已经8点了，罚你20块钱。然后我就想说你谁啊你？所以我觉得你这种有行动的就特别好。谢谢。你们回忆一下，还有你们的前男友们的哪种无效关心是你们很反感的？还有吗？2号。就是深夜一个人去医院，然后男朋友不来，只能打电话。我说我要扎针了，他说呼呼就不痛喽。什么就不痛？呼呼就不痛喽，在电话里面呼呼呼一下就不痛了。吹一吹的那种拟声词。对，
15号。比如说，可能我肚子不舒服嘛，我就跟男朋友说，但是他就会说，哇，好心疼宝宝呀，好想我在你身边，要是我在你身边就好了。就是他一直说这种话，但是他又不做出任何行动，我就会比较失望。就是你不要说，你就直接来。对，因为我也是这么对别人的，我会直接用行动去做。22号。男嘉宾你好，刚刚讲到你是程序员，做这个编程这一块儿的，那你有没有用编程做过一些浪漫的事情呢？刚刚那个 VCR 里应该播出来了，就是比如说用快捷指令，就是做一些小程序之类的。就比如说每天早上5点给对方发一下短信，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对方所在天气的温度，我会提醒他一下，然后最高温、最低温，获取一下我所在的这个定位，然后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个距离，然后我们两个在一起多少天，一次性给他发过去。那你这个制作好的这个小程序有发给过别人吗？这是给前任发过的。好的，谢谢。23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看你的表达啊，就是特别的缓缓道来，然后我觉得可能你在生活中是那种不言语表，但是做到行动上的这种。像你刚才发那种短信哈，其实我在生活中也是特别喜欢这种小浪漫，就譬如我特别喜欢在前任的就是导航里面输入我的声音。就譬如下个路口就左转到我的心里了，就是譬如这种的小的录音，我觉得这种小的浪漫是生活中必要的，所以你觉得这种浪漫你喜欢吗？喜欢，就是这种小细节、小浪漫也是挺重要的。好，看下一条。打球的快乐远不止源于进球，还来自于场边给自己送水的女朋友。你好，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我可以加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被人当面要联系方式，当时还真挺不好意思的。有她陪我打球的日子很幸福，我也慢慢喜欢上了她。恋爱中对于女朋友的要求，我也是有求必应。她经常晚上会饿，有一次晚上12点了，她想吃烤红薯，我在外面找了1个小时，愣是没找到。于是第2天早上6点多，早早起床去摊位买好，全程都没有告诉她，因为一旦我告诉她了，她反而会更加期待，降低她的期待值，会更有惊喜感。但后来我俩异地了，我和她在对待异性的观念上产生了分歧，不能在恋爱中与其他人有过多单独的接触，这一点2个人得达成一致。第2段同样是相识于篮球场，但度过了1年的美好时光后，我俩又异地了。1周见一面的我，每次见面我都会给她带礼物，她觉得手工的会更有意义，我就学着做了发卡、耳钉、项链，甚至开始学着织围巾。没想到程序员工作没让我熬夜，织围巾倒是熬到2、3点。后来把围巾送给了她，她开心的逢人就说：“你看，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织的。”这段恋爱确实让我手工技能长进了不少，但异地确实是我恋爱程序中的一个大 bug。疏于联系的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了和平分手。现在的我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另一半，也不担心异地的距离。char my sweetheart 等于 you， 只要我人生的程序不终止，你的名字一直都是我的心事。17号。男嘉宾你好，关于就是在恋爱中学会的技能，就是我这个吧，就是做饭。我以前呢是一个又怕火，然后又怕刀，又怕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从我认识我上一任男朋友的时候呢，就是他因为平时工作也很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多照顾他一下，我想给他做一些比较健康的好吃的，然后所以说在上一段恋爱当中呢，我学会了做好多的好吃的，而且做的是真的很好吃。关键是还克服了一些
心理障碍。对，恐惧，对，这些恐惧我都克服了。克服某种恐惧是需要很大的力量的。是的，是的。14号。男嘉宾你好，异地的话，你会选择女方去你的城市，还是说你有可能会去女方或者女方附近的城市，还是说找个折中点这样子呢？一般的话，我觉得是我选择去女方的城市吧。好，谢谢。1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2段恋爱都是因为异地而分手的，对吗？那我想问你，就是2个人相处的过程中，你会比较依赖对象，还是说自己会比较独立的去完成自己的一些事情呢？我觉得当时和现在也不是太一样了，毕竟当时的话是学生的一个身份，可能比较闲一些。如果现在在异地的话，可能2个人都会去忙各自的事情，就是忙起来可能就不会那么胡思乱想。哦，那现在异地对你来说，是不是考虑两个人感情的一个因素呢？异地确实是很考验2个人感情的一个因素。如果2个人异地了，然后走过去的话，我觉得结果可能会很美好。哦，好的，谢谢。3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你异地的话，见面的频率是多少？因为我以前谈过一段恋爱，就是男方刚开始对我有新鲜感的时候呢，就每周都来找我1次，但是后来呢，他慢慢的就冷淡了，就甚至半个月、1个月都不来找我1次，这样我们就分手了。我觉得频率的话，可能从一开始到异地结束，应该是保持在这个比较平均才是可以的。平均是多久呢？具体的时间还得看2个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嘛。如果我们2个之间隔的大概，我来回坐个高铁可能占这个1天的时间，那这样的话，周末可能一共就2天，来回的话来不及吧，可能或许就抽那种比较长的节假日去，我觉得这是比较合理的一种。如果距离近的话，可能1周1次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因为刚才那个异地恋的见面的这个频次，是不是觉得不够满意？是的，我想就是经常连在一起吧。要粘度这么高的话，这个异地是有点困难啊，2位。主要是男嘉宾上来的时候把女生的期待值拉高了。我是一个很有行动的人，就是与其说哎呀注意安全，还不如我直接来接你。假如说我们男嘉宾上来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一个比较有自己独立空间的人，我也希望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人。那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甜，分开的时候又各自安好。我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假如是异地的话，我们1周能够尽量见1次面。如果一上来就这么说的话，也许大家又能接受的好一点。然后男嘉宾呢，讲述当中你又觉得他是一个特别需要回应和交流的人。他延迟接电话都会焦虑，对吧？他会特别需要很紧密的连接。可是真正到了相处的时候，你的回答让我们感觉到，其实你是很要自己的空间的。所以你内心深处到底怎么样来放这个关系，可能有些时候是纠结的。你的优势就在于日常和相处。就有的时候你善于用行动来表达是你的优点，但会不会这个优点是因为你另一方面小小的缺失而逼出来的？是不是你每次要袒露自己心声的时候，你害怕、恐惧，不知道怎么择词，然后你就会给自己给一个极有这种道德优势的说法，就是哎呀这样说其实很假了，这样说很矫情，这样说不行，我用行动来表示才是真的爱。你要好好想一想。到底是你真实的价值选择，还是无奈的时候走上的另一条路？其实这2点一点都不冲突。一个人嘴巴真诚的袒露，跟自己双手切实的行动毫不冲突。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关系当中，沟通的方式、沟通的诚意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很遗憾。
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柳胡浩，今年30岁。哎，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能和对方一起主持我们的婚礼。你和另一半主持你的婚礼？对，和新娘一起。哦，郑琦。男嘉宾你好，因为我也参加过我一些表姐的婚礼，然后他们都是会请一个司仪去当主持人，就觉得可能还是比较无聊。但是在网络上看到有人主持自己的婚礼，而且还表演才艺，还有的穿上奥特曼的服装去主持，特别有趣。因为我也参加过很多婚礼，我觉得大多数婚礼也都是千篇一律的，所以我想我自己的婚礼要特别一点。我自己做主持人，同时又是新郎的话，可以跟观众、可以跟来宾好好的互动一下，然后还可以表演一下自己的才艺。那你去跟来宾们互动，谁跟新娘互动呢？非诚勿扰，现在继续。那你去跟来宾们互动，谁跟新娘互动呢？新娘入场了，我想的是我们都通过一个才艺，比如说对唱情歌这样的，然后互相走向对方，这种比较特别一点。来，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和对方吃饭，对方要我收尾。什么意思？因为我曾经是一个220斤的大胖子，有时候和女生出去吃饭呢，她们可能会吃很多菜，但是每个菜都只吃一口，然后剩下的我就要全部吃完。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并不想浪费的一个人，所以就会吃的很多这样。哦，马一凡。男嘉宾你好，可以打包啊。对呀。但是考虑到一个现饭现菜的话，味道会差一些。对我对这个好吃的东西还是比较讲究一点。你自己控制不住，那就怪不了别人。人家都说能打包了，你说我控制不住。对呀。这个能赖谁啊？这个是吧？3号。男嘉宾你好，我是新来的3号女生王莹妮，我今年23岁，来自福建晋江，现在正在厦门，我是一名外贸业务员。然后呢，我的理想男生是希望他不要高于170，不要高于170，不要高于170。我很好奇，3号，你为什么就男生不能超过170呢？有一个点是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外婆会一直跟我说，你不要找高个子的男生，矮个子的男生聪明。当你外婆把她的不聪明归因到身高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哪边会可能更不聪明一点？我也不太清楚。然后还有一个点是我比较大女人，我会喜欢我的男朋友小鸟依人一点。哎呀，这才是关键啊！那你自己身高多少？净身高是165。哦，就跟你差不太多就好。对对对，哦，明白。比我矮我也不介意的。哦。如果说我们2个人在家里面做菜，那剩下的这些菜又怎么去处理呢？我的想法是我们可以少吃一点菜，最多3、4个菜就够了嘛，不需要7、8个菜那么多。那我真想吃怎么办呀？那可以去外面那种小碗菜，一个菜就1、2口这种，我觉得比较合适一点。再看片子。数字和电脑，你会联想到什么职业呢？数学老师、工程师、财务还是数据研发？我是柳胡浩，本科就读于吉林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专攻信号处理，研究生毕业于武汉大学，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做网络数据分析。
生活中，我经常给身边的人提供一些解决网络问题的小窍门和各种网络相关的问题，比如家里的 WiFi 老被蹭怎么办呢？如何让你的5G 信号用起来更快？目前中国的5G 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它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卓越的贡献，比如远程医疗，能够帮助医院实现调度、问诊、会诊、查房等一系列远程处理，未来也将迎来6G 的新时代。生活中，我也不是大家刻板印象当中数字加电脑的组合，我是那种闲不下来的人，脑子里每天就会有一个日程表，空闲的时间我都会安排的满满当当的，拒绝躺平。工作日上班的间隙，我会安排不同的运动，下班回家我也会安排一些文艺活动。周末我会加入一个叫 X 计划的新型社交社群，选定好时间和地点，在小程序上面填一下邀请函，就能发起任何线下的交友活动。比如我发起过一场无压力饭局，有来自各行各业的10多位陌生朋友，在饭局上没有肤浅无内涵的交际，有的是跨年龄、跨职业、跨自我的灵魂碰撞与交流。去年我就发起了20多次无压力饭局和露营活动，但每次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参加，希望下次能带上我的女朋友，一起去江边露营，来一场和大自然的约会。马一凡，男嘉宾你好，就是从你的 VCR 里面就是大数据嘛，我觉得肯定是那种严谨的，但是在生活中你会是这样性格的一个男孩吗？我感觉我生活当中还是比较粗线条一点。那你会喜欢那种大大咧咧的女孩吗？我觉得活泼一点没有关系的。OK， 好的，谢谢。李恒，刚才 VCR 里边有讲到无压力饭局，我对这个还是蛮感兴趣的。我想知道，就是陌生人在一起，你是如何把大家攒到一起的？我在武汉和一些朋友组建了一个线下社交的社群，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小程序，然后这个社群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上面发布活动。我也很好奇这个事，怎么能够实现无压力？对呀。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流程，先开始是一个破冰环节。破冰环节的话，会让大家说2个关键词，这2个关键词可以是一个是描述自己的职业，再一个是描述自己的生活，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话题卡。你是发布者？对，发布者会维持这个饭局的这种无压力的这种氛围，包括我们也是不会喝酒的，在饭局上面。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主题，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520的话，我们会聊爱情，哇哦，还有母亲节会聊母亲节相关的话题。哦，来，这样24个女生，我们来做一个游戏。你们面前有纸和笔，写2个关键词，介绍我们自己，我们来猜一猜。那个10号，我看看你的时尚和搭配。对，时尚搭配。来，你猜一下。穿搭博主吗？差不多有点接近，其实是做服装的。我自己是有一家服装销售公司。哇哦，好厉害！18号，随时待命园丁。随时待命的园丁，只能想到高3的老师了。我觉得刚刚陈明老师说的是跟我想的一样的。来，18号，你说一下。我是一名园林景观设计师。嚯，真园丁，人家好家伙！那你这个，你还不如直接把你的职业写上去呢。金洋洋。男嘉宾你好，我刚刚有听到你有说到一些生活中的小窍门嘛？那其实像我生活中也会有一些小窍门，就比如说我喜欢吃榴莲，但是我上次买了一个，它还没有熟，你可以把那个包起来，然后放到那个米袋里放1晚上，后面它就会熟了。哦，看下一条片子。爱情是浪漫的。但是浪漫的花朵需要现实的土壤，有时候美好的情感愿望总逃不过现实问题的困扰。我的第一段感情是在研究生期间，他是计算机专业的，自己也会做一些小程序。我觉得女生编程很厉害，就主动加了她的联系方式。
相处了1个月后，他就直接称呼我为哥哥。哥哥，我们东西去吃啥呀？这一声哥哥叫到了我的心里，就主动对他表白了。在一起后，我们经常一起去旅行，每到一个城市，他一定会去打卡当地的网红店。但网红店都是要等位的，我就成了他的排队工具人。有一次，他想吃一家新开的网红餐厅，我顶着大太阳站了快2个小时才排上号，他过来就直接吃了，他也不在乎我的感受。如果只排队半个小时，我是可以接受的，但出来旅游为了吃饭排这么久的队，会影响我的心情。后来因为他父母只让他找本地人，我们就分手了。第2段感情的开始，我们就为这段关系设定了期限。因为工作的原因，我需要在广州待上1年。她是我在广州认识的一个本地的女生，经常主动约我吃饭聊天，我感觉到她可能对我有意思。但因为她家人都在广州，而我的工作和家人都在武汉，我们对未来的规划不同，我们都很坦诚地说了各自的现实情况。她也想试着交往一下，我们就定下了为期半年的恋爱合约。很多事情并不是一定要有结果才要去做，爱情也是这样的。我是那种把握当下的人，就算明知道最后会分开，只要那段时光里有属于我们2个人共同的回忆，就很幸福了。半年后，我在广州的工作结束，按照约定结束这段感情，我心里也特别的不舍，我们彼此也都舍不得对方，但是内心又很清楚，拖下去对2个人都不好，长痛不如短痛，还是和平分手。爱如果不落到吃穿住行这些实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余生不长，希望遇到一位和我吃到一起的人，我会把你加入我的日程表，开启一段永不到期的恋爱。老铁，你好，男嘉宾，我在那个 VCR 里看到你第1段感情是因为吃饭排队这个问题让你有困惑，你可以叫一个跑腿帮你去排啊，就很简单的，现在这么方便。那个女孩为什么不叫个跑腿呢？哎，对啊，这是，还有，可能叫了一个，这不是叫了一个吗？这就是我叫的。哎，刚才那个我还在想，女朋友让他排队排2个小时，女孩自己出去玩，你当时你的感受是？当时是有点累嘛，然后他自己呢去逛去玩去了，让我在那儿排着，回来也没有对我表示很体谅这种，还有委屈吧。那这个情况当时发生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沟通的呢？我说我们出来玩，然后吃饭排这么长时间队，是不是花时间太长了？半个小时以内的这种我还是好接受一点。我知道一些其他的店也很好吃，我们去吃那边的店行不行？他说他来这个城市就是为了去那家店。我想给你一个小建议哈。然后你选择聊的方式是说，我觉得这家店就是网红的这种选择，我并不赞成这个选择，而且排队时间太长。听起来好像是你感受的表达，但就会传递2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对他选择的质疑，就你今天选的店不够好。第2个信息是我不愿为你付出，为你排2个小时队让我痛苦。这2个信息的传递都会很伤人，这会激发出他的保护机制。也许他也觉得没那么好吃，但突然要捍卫尊严了，他就必须得站到那一边，就进入到针锋相对模式。17号，大家好，我是17号女生文佳琪，今年24岁，现在在杭州浙江财经大学读研。我看 VCR 里面就是有提到恋爱合约这一个关键词，在我的印象中，我觉得恋爱合约应该是我们在相互了解的过程当中，就生气吵架不要超过24小时。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是对时间上定一个约束呢？然后在这半年当中，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呢？是用这半年来告别，还是说再跟他最后试一试呢？当时呢，我是在广州那边一个培训机构里面在学习的时候认识了这个女生，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呢，彼此都很有好感，但是交流期限只有1年。当时认识她的时候只剩下半年的时间了，就由于这些因素呢，可能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那种结果，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去尝试一下，就是共同保留一段美好的回忆。2号。
哦，我特别好奇，就是如果你们两个人是约定6个月分手，但是6个月的时候你们的感情还没有结束，就双方都能够那么潇洒的就把这个感情结束掉了吗？一定要根据这个合约上的那种硬期限去结束掉你们的感情吗？我们也不是特别生硬的，就是说结束就结束了，也是会有一段时间的通过这个线上的渠道交流，但是我们之前也已经说过了嘛，可能慢慢的就淡下来了。就后面就是带着分手的目的在交往了一段时间哈。对对。最后一个问题，李航。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会不会考虑，哎呀，这个合约反正还有2个月，要不然我就忍一下吧？有没有这种因为契约在的情况下，你感情发生的一些变化？在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就是想尽量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所以说有很多方面的一些东西我不会就是说去触他的眉头。我想跟男嘉宾说2句，就是在那段感情异地恋，2个人都知道不能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果断地认为说，在规则之下，我们只有6个月的时间可以谈恋爱。所以让我们的感觉是你好像规则性很强，计划性很强，目的性很强。就是我觉得谈恋爱的时候，对女生来说，有一些为爱而疯狂。有一些可以克服所有的因素，可以打破所有的原则，那就是因为爱。我们可能会期待那样的状态。好的，谢谢。我完全理解理科，包括有同学工科的学习，你们所学习的一切都是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然后我们所有10几年的科学训练的一切都是去瞄准它、找到它、应用它，然后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这是思维模式。所以你刚才才有了这个半年合约的说法。感情没有规则可言，感情必须突破规则，这就是感性的本质。任何理性的凌驾都对他们来说是对感性的一种破坏，这里面有一种内在的思维模式上的冲突。刚才大家都在讲这个6个月的合约的事情，我跟他们2位在这个事儿上的感受有些许的不同。我本能的听到这个故事，我有一点喜欢。这个故事让我喜欢的一点是什么？2个年轻人在看不到结果的时候，都没有拒绝一段爱情的开始，这是我喜欢他的唯一理由。谢谢老师。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有请下一位男嘉宾。3位老师好，然后现场的24位女生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郑嘉轩，来自浙江台州，今年是25岁。来自台州，你来老乡了。哎，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我和我的另一半每天用5秒钟去记录生活。就是拍短视频的形式。比方说去动物园啊，或者去看日出、看日落，我们就会用5秒钟简简单单记录下来。因为我觉得生活嘛是需要仪式感的。14号。你好，我是14号女生梅瑞莹，我来自山东，现在在合肥从事幼儿口才教育。我想请问，如果我们见不到面的话，怎么去记录这个生活呢？见不到面的情况下，就是说，你也可以节选一些你生活的片段，然后我也拍一点，我们可以一起合到一个剪到一起。对对对。哦。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和对方聊天时总泼我热水啊，总泼我冷水，不好意思，口误了。
你都经历了什么？总是泼我热水。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在对话中，在朋友日常生活中，我是一个偏有脑洞的人，所以说我会和朋友就是制造一些有意思的对话。就是有一次我路过一个没有人的废墟嘛，然后就是我说这是一家那个无人经营的花店，无人经营的花店。好。他就是很嫌弃我，觉得就是我说的太，就是有点假文艺啊或者之类的。19号。男嘉宾你好，我很赞同你的观点，因为我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特别喜欢去跟对方分享生活什么的，然后我也很不喜欢我把我的生活分享给你，然后你泼我的冷水，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是这样的，就是感情，不管是朋友、友情也好，都需要互动嘛。就是对两个人如果交流更有趣的话，我觉得感情关系也会更深厚、更长久吧。来看片子。在这个忙碌的世界里，选择一种温馨惬意的生活方式，开一家自己的理想小店。我是郑嘉轩，目前和母亲一起经营着一家陶瓷店。开店的初心源于对小物件的喜爱，同时也觉得生活需要仪式感。店铺虽然不大，但在给我带来稳定收入的同时，让我结交了许多新朋友。每逢工作日的夜晚，我也会用一些特殊的方式来呼朋唤友，比如围炉煮茶。这样的小店拥有器物、人情和热闹的烟火，每天都能给我带来满足感。不过，如果你以为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只是我体验人生的一个小小支线罢了。每座城市都有我的独家回忆。从小被放养式长大的我，在爱旅行的妈妈的影响下，用5年的时间走过了100多个城市。人生第一站，我选择成都，因为当时在重庆上学离得近，也积累了很多旅居经验。第2站去了我的精神故乡东北大连，结识了一位同龄的朋友。18年去俄罗斯看世界杯，顺便结交了一群俄罗斯大哥。依靠着蹩脚的英文和方便快捷的中俄翻译软件，我愉快地受邀参加了他们的说唱派对。在云南，因为一首歌和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大哥合唱到天亮。除了旅居，我还有一个持续了20多年的爱好——动漫。数码宝贝、蜡笔小新都是我的心头好。小时候的我还经常模仿小新说话呢。不过现在我最爱的还是国漫《玲珑》《时光代理人》，这些我都强烈推荐，一定要看哦。3号。男嘉宾你好，我在家里面也是装饰了很多的动漫的手办啊，包括一些高达之类的。那你会介意我在这上面花销很大吗？不建议，我可能会和你一起花销。但是如果说我的工资1个月可能拿个3000块，我拿2000块来花在这上面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在2号上面花钱，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毕竟买到就会代表开心嘛，开心是无价的嘛，是这样理解。好，谢谢男嘉宾。赵晴。男嘉宾你好，我看到你片子里有说你经常去旅游，有旅游过100多个城市，那你有没有想过跟未来的另一半去哪个地方旅游，有什么特殊意义的城市？我可能会带他去成都，因为成都是我第1站旅游的城市嘛。我从成都出发去了拉萨，所以说成都就是在我这里回忆会很美好。所以说我可能也会带着他现在成都去吃点那种老火锅，吃点串串，然后带他去川西啊那些雪山看看美景之类的。2号。男嘉宾你好，我也特别喜欢旅行，然后最近我正好在计划去台州，就是因为我之前看到有那个台州的仙居，可以麻烦您帮我介绍一下吗？或者是台州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刚才女嘉宾提到那个仙居，仙居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吧，他们那边的绿化率啊，包括你去那些山里的空气都会非常清新，包括仙居天台那边还有一个特产叫杨梅，就是在我们浙江流行一个说法，就是每逢过年佳节，你看这个人的人际关系好不好，就是看有没有收到那些杨梅，是这样情况。
在我们江苏衡量人际关系好不好，就是在10月份的时候有没有收到螃蟹。你的那个店开的怎么样？现在店的话是开在我们台州下面的一个小县叫温岭，然后是开在一个复古街区上。基本上的话，忙碌的时间就是工作日的晚上啊，还有那个周末的晚上。所以说白天的时间我会用来看书啊，或者是浇花、看一些电影。晚上的话，我会招呼客人一起围炉煮茶啊，因为我很喜欢把那个客人发展成朋友，所以说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小伙伴聚在我的店里一起玩。你是开店还是消费啊？11号。啊，老乡你好，我也是台州的。我第一次在《非诚勿扰》舞台上遇到就是同一个城市的男生，就是我刚刚有看到你的短片，就是我感觉你的生活是让人很向往的，就开一家小店，生活时间比较自由，比如说可以计划一段时间出去旅行，然后包括说空余的时候也会跟比如说顾客发展成一些朋友，很令人向往，很自由。这家店其实是在我有可观的收入情况下，是我很理想的生活方式。因为就是我比较喜欢交朋友嘛，然后他们会过来倾诉一下最近的烦心事啊，或者开心的事情，我都会觉得大家围在一起的氛围这样会很好。然后每天晚上回到家也很开心，就睡得也很香，就这样的氛围。对。看下一条。走遍世界的方式有许多种，但我的爱情模式只有一种。2段感情都因为游戏而结缘。为了初恋，我从浙江考到重庆，他就阴差阳错的从重庆考到了浙江。还没等到热恋期就开始异地的我，那热情如火的心和无处安放的控制欲就变得嚣张跋扈起来，只能通过社交软件的关联功能查看他的聊天记录。其实当时我看到他们的聊天记录，其实是很上头很生气，因为虽然他们的聊天是很日常化的，但是我当时还是蛮忍不住就是醋意大发的，有时候去和他发脾气啊什么的，就是现在想想还是稍微有点过分了。慢慢的他不再包容我的无理取闹，反而和一个我关注已久的潜在情敌话题不断，甚至在我提出异议后用小号和他继续联系。你在看什么这么开心？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过他的手机，但信任的裂痕已经产生，分手也就成了必然。这段经历让我明白，过强的控制欲是不可取的，彼此之间的空间感很重要，但还是希望未来的他能和异性保持一定的边界感。后来在创业初期认识他，渐渐从游戏里配合默契的队友发展成了生活中互相关心的朋友。当时还蛮依赖他的，就是创业的时候其实遇到一些问题都会征询他的意见，他的审美其实也还不错，我感觉我俩应该还蛮搭的。后来我在聊天中提出了话题，想让他评价我嘛，然后他给了我一些好评，然后我肯定顺着话题就往下走了，给他发了一个示爱的表情包，向他表明了心意，2个人就自然而然的在一起了。确定关系后，我们之间的矛盾也很快暴露出来。最近工作挺忙的，你来见我吧。可是我走不开啊，当时很想去见他，但是创业初期抽不开身，我也很痛苦。后来他主动提出了分手。以前的我无法平衡事业和爱情，现在趋于稳定的我期待早日遇见未来的那个你。这次我一定会为了爱情让一切让路。4号。男嘉宾你好，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幼儿舞蹈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你第一段恋爱，你说就是女方跟其他朋友在聊天嘛，就是聊天的话题也比较多，那有没有可能是女方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没有进行积极的回复呀、正反馈之类的，所以她才跟别人聊天？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我就是每当晚上夜自习要放学之前，我都会把我想要和他聊的话题写在手上，因为我不想让那个我们俩的聊天。这是他的发言提纲。今天要聊几个问题。对。
写在手上会不会太刻意了？所以他会觉得我，比如说，如果是我的男朋友啊，跟我聊天，他还要这样看一下啊，像是在工作一样，就会很不自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嘛，我觉得就是一定要认真去对待。他不知道我写手上这回事，只有我自己知道。对，这也是我第一次说。对啊，好的，好的，谢谢。14号。你好，男嘉宾，我想请问，刚刚在你的 VCR 里看到你会去查看他的手机，你会觉得这个行为是正常的，这样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其实在我现在看来就是不是很对嘛，因为当时第一次谈恋爱刚好出了那个 QQ 有个关联 QQ， 然后哦，他会有消息，你能看到对吧？对对对，是这样的情况。然后我每次会登他的 QQ， 因为我俩互相登嘛，我去看一下他和谁在聊天什么的。其实也会有几个潜在情敌，我都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在聊的内容可能稍稍有点小暧昧，我就会及时的和他说，或者闹一些小脾气。然后他刚开始会安慰我，对。这样的，我感觉在感情里面，其实我们需要学会有钝感力。就是如果我们太敏感的话，可能就会引发一些小矛盾。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从这一段感情中，我吸取了一些教训。第一次谈恋爱把他管控得太严了，分手的原因其实是他当时开了一个小号，就是和那个我认为的潜在情敌去聊天，还聊得。那这样是不对的，我觉得。对，挺暧昧，当时被我发现了，所以说我适当的朋友就是还是要有的，对，不能说一拍子打死。是。24号。我觉得需要的不是钝感力，我觉得那个男嘉宾需要的是那种男子气概和那种亮出就是和恋人交往之间的这种底线。你的女朋友都和人家开小号聊天了，你还在总结自己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听上去好不可思议啊！他的这句话呀，我没想到从一个女生嘴里面提出来。你没有发现现在的男生是这样的吗？前面那哥们儿，女朋友说你排队去，我去逛街，过2个小时你叫我，男朋友的反应是好累啊。要是我觉得你拿我当什么呢？你是在我他只是觉得有点累而已。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和人家相处应该亮出自己的一个底线，你不能触碰的一个底线。对。16号。你好，男嘉宾，我叫卢倩倩，来自浙江温州，今年25岁，是一个办公室的文员。你能接受的边界感是到什么位置呢？对呀。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能接受的边界感是到什么位置呢？对呀。就是对于未来的另一半来说，我不希望他就是出去和男生单独吃饭、看电影之类的单独的项目。如果只是同事啊或者一些多年的朋友的话，我觉得聊天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去把控这个距离了。对。谢谢。学会了。马一凡。哎，男嘉宾你好，就是你的这个对话里面，我就觉得你内心里面是不是住着一个小男孩的那种感觉呀？你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领导你的那种大女生？我比较大女人，我会喜欢我的男朋友小鸟依人一点。你看我也不知道。我也不会。好像被说中了。我之前在谈初恋之前，确实是想找一个姐姐，像你说的一样，就是成熟的类型去这样子照顾我。对，之前是这么一个想法。来不及了，撤回。他之前是这么想的。何琪。男嘉宾你好，就是我在那个短片上看到你，就是当时说打电话给女生嘛，然后说你在哪儿，然后还说对女生有依赖感嘛。那如果我出去的话，不想带你，那你会怎么样呢？就是不想带你那种的。回答一下女朋友的问题啊。什么叫回答一下女朋友的问题？
人家还不是你的女朋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紧张了，紧张了，对不起。回答一下女嘉宾的问题，就是说她不想带我，肯定是有她的理由的。然后我不会去闹脾气啊，或者干嘛，我可能会找自己爱好的事情去做。就你不会生气是吧？对。不会有一些，因为我看短片里，我感觉你的安全感啊，包括一些依赖感还是比较敏感的嘛，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会生气或者什么吧。如果她是和闺蜜啊或者女性朋友出去玩的话，我可能不会生气。对，如果她和一些交往多年的男生朋友出去的话，我还是尽量去不生气。对，我尽量不生气。哎，最后一个问题，17号，你对初恋的话，你是会处于一直无法忘记的吗？其实我们在发生那个小号事件之后，还相处了将近1年吧。但是，然后其实在这1年时间，双方的感情其实都稍微有点变质了，就是到最后。我现在好奇的是，17号喜欢一个人满分是10分，你对他的兴趣有几分？6分吧。谢谢啊，及格了。那我再想问你，就是打到几分的时候，你不会再灭灯？应该是9分吧，因为我对爱情其实有点严谨，但是我很希望在我这个严谨的心态下，我可以冲动一下，这样子。等一下，我再来问一下17号，他的哪一句话让你决定灭灯的？是这样的，其实我的感情经历比较少，我只谈过1个男朋友，但是我跟他分手的话，我也是会断得比较干净的，所以我会逮着你问初恋那个事情。他可能他只有1段恋爱，所以他就充满了好奇，对你的这种迷之操作的这个模式。但是我想给你一个建议，就你确实在这个彷徨期能看出来，就是你的天生特质很明显是弟弟款类型的，所以看起来在客观条件匹配上的姐姐款看起来更能够，比如说关心你、照顾你，甚至有时候来命令你啊，去排2个小时队啊等等的这种方式模式更容易激发出来。那未来你可以怎么去做调整呢？我觉得首先在大的价值方向上，一定是平等款。你要找的不是姐姐款，也不是妹妹款，是平视。仰视或俯视都不长久。价值方向上你要奔着平衡去，是平视，是彼此尊重，是彼此都留有空间，彼此都给予信任。OK， 给你的建议啊。谢谢老师们的建议。孟非老师，我还有个不请之求，就是我想不请之求，他有个不请之求，你说我听听看。其实我上这个节目前，我就在关注这个11号，那个女嘉宾。我们来看一下心动女生是哪一位？哎呀，他没瞎说啊。然后我想说的是，就是很遗憾今天可能没有和你牵手成功，但是我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来到我那个台州的店，我们可以坐下来聊一聊，就是有机会可以认识一下。男嘉宾非常感谢你的喜欢，然后因为可能场上了解的比较少，我从你的叙述中，因为你第1段恋爱是学生时期嘛，第2段又是打游戏认识的，就是会让我感觉到一种可能情感经历比较少，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情感经历比较少的，所以就会有点担心这个不够成熟啊什么的。明白。我到时候为你成熟，为你成熟。你自己听听这句话成熟不成熟？人家说了，他不是好，我为你成熟。行，谢谢老师，加油。好。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孟老师好，2位老师好，24位女士好。我叫王晨光，今年31岁，来自陕西西安。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可以和我一起玩趣味文化常识小游戏。因为我来自陕西西安，西安是一个13朝古都，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然后呢，我又受父母的熏陶，从小他们给我买一些历史文化的一些书籍。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总会记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数字，就比如说像李白，我就会记住他生于701年，卒于762年。像杜甫，他比李白小11岁，他生于712年，卒于770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会从小就会对这些数字比较感兴趣，然后就喜欢就是和我爸和我朋友玩一些这种相关的一些小游戏。我们来看看这道题目，小游戏啊。拍电影时常用杀青来表示拍摄完成，杀青原指。老铁，这道题选 A。对。老铁有点东西啊！挺聪明吧？没想到吧？哈哈哈。他自己回答完了自己乐，没想到吧？他是自己夸自己来了。稍稍解释一下看，为什么我这题我也不会，我还以为是 D。这个因为我之前了解过，因为以前他们好像要用竹子去干嘛，然后这个好像是用火烤的一种方式吧。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叫杀青，它是为了驱虫，然后防滑，方便在竹子上刻字，是这个意思吗？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古人写字，如果他是写一个，比如说是不是很正式的文，他会写在竹子上，然后竹子表面有一层青皮，比较光滑，就便于古人来写、来擦拭、来修改。然后如果已经修改好了，已经形成定稿了，古人就会把那个表面的青皮刮去，露出里边的竹白，然后就可以在竹白上写。就相当于是以后就不用改了，所以这个有一个是疏于竹白，谓之杀青。再下一题，下列作家与其作品中所展现的地域对应错误的是，这个比前面题容易多了。对，这个是选 D。是的。莫言《红高粱》是描述山东那边的高密东北乡。对对对。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介意和我一起打卡旮旯小吃。旮旯小吃，对，就是各个城市的一些特色的一些藏在犄角旮旯里边的小吃。这个是我每去一个城市，然后我就会把他们本地人推荐的那些旮旯小吃，我会列在一个备忘录里边。然后我的朋友他们都会喊我美食队队长。他们如果来这些城市，或者他们的朋友来这些城市，都会问我要这些攻略。哇，16号。男嘉宾你好。哎，你好。我就特别喜欢打卡这些旮旯小吃，因为我在温州嘛，为了吃一个包子，我开车开到福建去吃一个包子。啊，对，这个我也有。17号。男嘉宾你好，请问一下，你做这些菜单啊，这些你是怎么收集这些好吃的呢？而且你会介意女生就是只跟着你吃吗？就是可能不会说那么有心思的去陪你寻找哪些好吃的。首先呢，我是怎么样去找这些店的呢？是我比如说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会到那个城市的它的一些本地人聚集在的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平台，我会发帖问，然后我会去尝试。然后如果这个很好吃呢，我会带我的女朋友或者是带我的朋友来吃。然后如果是他比较喜欢和我一块去探索美食，那我当然很欢迎了。
如果他不喜欢和我一块儿探索，我也会带着他一起去打卡其他的一些吃的。好的。这个美食呢，确实是旅行途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一项内容啊，吃住行游购娱嘛。有的时候去了地方，你真是以前不了解。我也喜欢在全国到处走，刚刚从延吉回来，这是丰富了我的一个认知。你看，在中国吃海鲜，你最容易想到什么地方？海南、广东、青岛，在北边大连好。我万万没想到延吉的海鲜会这么好，我的天哪！不仅好吃，而且便宜。这么大的那个蟹，比帝王蟹小不了一点，叫板蟹，2斤多，又好吃又便宜。我刚刚看男嘉宾很心疼孟老师，还帮他拿文件夹哦，好有礼貌哦。谢谢。来，看片子。扶摇而上3万里，征服天地逐星辉。我是王晨光，从小的我就对天空充满遐想。舒克贝塔中开飞机的舒克，在我心中埋下了航空的种子。为了实现梦想，高中时我努力考入了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大学及研究生就读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后通过校招进入航空研究所。目前的我在航空研究所担任项目主管。中国航空自主研发的从无到有，从不断更新迭代的战斗机型到国产大飞机 C919 的首飞成功，靠的是一代又一代航空人的努力，让我们国家的航空实力一路逆袭到国际领先水平。我也为能参与到祖国的国防建设事业中而感到深深的自豪。履历强健如山川，身轻如燕自在闲。我雷打不动的健身习惯，让我保持每周6到7练。从前的瘦弱到现在的健硕，让我能驾驭各种不同的穿衣风格。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不熬夜。我雷打不动的生活准则，让我成为传说中的4不男人。保持高效的富兰克林工作法是我雷打不动的工作习惯。每日任务按重要程度可视化分级，让我的工作效率大幅度提升。千古风云近眼前，岁月往事汉无边。小时候父亲给我的诗词小折，让我打开了古诗词的大门。我喜欢古诗词，更爱研究作者的生平。我尤其喜欢范仲淹，他简直是我心中的完美男人。有一次我到岳阳楼前，全文背诵了《岳阳楼记》，他还给我免了门票。因为这些诗词，每到一个新城市，我必会逛他的历史博物馆。在我心中最棒的3个博物馆，分别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苏州博物馆。他们在我心中是3首不同的诗词。希望你也喜欢历史，我们一起解锁更多博物馆的全新玩法。谢谢。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是 C， 为什么是919？好，这里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C 开头呢是它有2层含义，一个是 China， 就是 C 开头的，代表它是中国制造。第二个呢是它的制造商是中国商飞，它的那个英文缩写是 Comic，C 大写开头的。然后这个9呢代表的是长长久久、经久耐用。然后后面的19是它的最大载客量是190座，所以是 C919。哦。而且 C919跟波音跟包括空客相比，它在很多数据上有巨大的优势。它的宽度比波音737更宽，所以在里面的乘坐的舒适度也更好。然后它的最大的载货量也更好，关键是先进的技术用的都还节能。对，所以可能研究的比较靠后一点，所以在很多技术上已经不断的在赶超了。对。现在的 C919已经常态化的飞行，用于比如航线上海到成都的商业航线。像黄澜，你们要出差啊，像你活儿那么多，飞这条线就有可能做到919。非常期待。他对于他的工作，使得他当看到919试飞成功的时候，能够产生的那种职业自豪感，完全可以理解想象。你们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一瞬间有这种职业自豪感？3号。男嘉宾你好，哎，你好。
我是一名外贸业务员，然后有时候我会接待一些国外的客户来，我会带他在厦门的环岛路走走啊，然后带他去看看泉州。我们泉州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然后当他来到我们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会觉得哇，原来你们中国这么美。或者说，原来你们中国这个历史那么的深厚，这一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自豪。4号，你好，我是一名幼儿舞蹈老师。我的一个成就感的话，就比如说我给孩子上课，首先是孩子非常的认可我，其次是家长们也非常的认可我。他会去介绍他的一些朋友的孩子，然后带过来专门给我上课。就这个的话，就会非常的有成就感。对对，从工作中找到自己的成就感。谢谢谢谢。10号。男嘉宾你好，你好我看到里面有提到博物馆嘛，那我就想到那个河南省博物馆。我之前去那边博物馆就是为了看一下妇好萧尊，啊，对对，妇好。就是通过它感受一下传奇女将军的那种妇好一生，可以推荐你。好，谢谢谢谢，我之后一定会去。还有谁要分享一下各地博物馆？金阳阳。哦，男嘉宾你好。你好。我刚刚就想说那个扬州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哦。它那个就是馆标上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这8个字就是出自于你们西安的书法大家颜真卿的颜体。哦。大家都知道大运河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遗产嘛。对。它算是这种大运河的一个百科全书，因为里面有记载像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包括浙东大运河这一些的前世今生。所以我觉得男嘉宾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去逛一下。好，谢谢，我之后一定会去。好的，谢谢。有些博物馆也有一些全新的一些玩法，一个体验感非常好的那种。对对对，故宫博物院好像就是有一个网上的。对对对。它会有一个线上的一个小程序嘛，然后360度的来观看故宫的每一件藏品。哇！对，全景故宫。看起来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哈。对，而且旁边有介绍每一个店，对想去哪里，哎，自由定制路线。你看，专门调出了延禧宫，黄老师啊，这个是熟悉的地方。刚才我给大家推荐了第1种，然后现在可以给大家推荐第2种。喜欢收集一些博物馆盲盒的，然后你把那个一打开，里边是一个小土块，然后博物馆里边的一些比较有名的藏品就会藏在那个小土块里面。然后你就可以拿那刷子，拿那小勺子，然后进行一些沉浸式的考古体验。这个太适合小朋友了。哦。小朋友在家可以玩一下午，而且激发他对于这种探索跟好奇。对，第3种呢，就推荐比较喜欢猎奇的人。夜宿自然博物馆，夜宿，比如说咱们白天在博物馆里边游完之后呢，晚上可以住在博物馆里面，然后就相当于有那种博物馆奇妙夜的那种体验，这个也比较有意思。看片子。爱情才是最难的工程项目，因为它根本不按常理出牌。大学时期的第1次恋爱，他从不拒绝别的男生的追求。我发现后，尽管他3番5次的挽留，我依然选择坚决分手。那时在微博上经常看到她转发一些信息给她的闺蜜，没想到在大3一次图书馆的偶然相遇，一回家就收到那个熟悉的网名的信息。我当时特别抗拒，总觉得是前女友想通过闺蜜再来联系我，但她的主动让我渐渐地放下了防备。她会约我去一起备考，会和我吐槽追求她的男生，也会和我的朋友打成一片。就这样温水煮青蛙，慢慢的我们在一起了，但后续还是因为我和她的规划不同，最终还是没能继续走下去。后面我感受过姐姐型的温暖，也遇到了小公主型的女友。在和公主的恋爱中，她的车票总是能买反。我一开始会说，你买之前仔细看一下呀，她就觉得我在和她生气。她的耳机总是能不翼而飞。一开始我会说，你每次走之前看看有没有掉东西啊。她又会觉得我是在教育她。有一次和她约好了看电影，一直到电影快开始她还没有来，我可能就口气急了点，你到哪儿了？快点呀。于是活动就变成了安抚生气中的女友。生气中的女生爆发力增加200%，
敏捷度提高300%，我怎么抓都抓不住，怎么哄都哄不好。那天又下着雨，我还给他准备了他之前看中的礼物。想到这儿，我一下子眼泪都流了下来。他看到后吓坏了，连忙上来安慰我，回去竟然还给我发小作文检讨。这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一弹必有大反转。没想到有时候这个哭一下还会起到一些正面作用，但他总是在纠结情绪，我却一直在分析原因，吵架都不在一个频道，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分手。经历了这几段感情，我想找一个能互相照顾扶持的伴侣，无论未来的生活有多少漏洞，我们都能一起修补。赵晴，男嘉宾你好，你好在 VCR 里看到你第2段吧，算是那个感情是跟你前女友的闺蜜在一起是吗？对，那个是 VCR 里边的第1段。哦，像我的话，跟前任分手了，假如我有他朋友的联系方式啊，我都会躲得远远的，对对对。就是不希望会有接触。当时在大3的时候，我和前女友的闺蜜刚好没多久在大学里边走嘛，然后她好像就在前面看到了一个身形特别像我的前女友，她就立马把手撒开，就是手刚撒开，我一看就离我10米远了。你当时很淡定，对不对？我当时其实没有看清。如果你看清了，你也会像他一样把手一甩开，2个人保持点距离吗？如果我看清的话，我可能相对于他比较淡定，但是他那个反正确实吓到我了。那也就是说，在他心里边，这个事情还是属于比较大的芥蒂的，而你要好一些。对我好一些，因为我和他可能已经该删的都删，然后该断的都断了嘛。哎，我很好奇一件事啊，就站在女生的视角，如果女嘉宾们跟男朋友分手了2年之后，你的很好的闺蜜开始追她，你知道了这个事之后，你们是什么心情？你会跟你闺蜜开始疏远吗？还是会怎么样？5号。我个人来说的话，我是一定会疏远的，因为我自己做不出来这种事情，我会觉得这是一种背叛。谁背叛了谁？就是我会觉得我的闺蜜背叛了我，所以我自己做不出来这样子的事情。如果别人这样对我做的话，我就会觉得很过分。金阳阳。是这样子的，我可能会看情况。如果我跟这个男生分手了，而且分得很干净，对他没有任何的留恋了，包括我们俩感情也处理得很干净了，我其实会尊重。你会不会觉得尴尬？不会，只要他不要天天跟我秀他们俩的恩爱就可以。这个话题有没有人有不一样的看法想分享给大家的？来，24号。主要我觉得闺蜜的话，我会把她当成自己的家人，我都不跟这个人一起好了，然后你还跟她那么好，我就会觉得就是你跟她一头不跟我一头的这种感觉。哎，对，这个就是这个本质。她的意思就是说，她对跟男朋友相处一定是2人有矛盾了。女生经常会觉得自己是对的，那个男朋友有些地方她接受不了。如果这个时候她最好的朋友选择跟那个男人相爱，她会觉得她的好朋友似乎站在这个男人的这边。在所有的友谊和爱情的关系当中，大家都是独立个体，都是平等的。那你完全可以尊重这个男生，他有一些习惯你不接受，但是有人会喜欢他。所以呢，在这个关系当中，似乎谁喜欢谁，跟他是不是跟你一波的，这好像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来反过来问一下，假定是你一个好兄弟，他突然有一天跟你说，哎，那个谁谁谁，我现在跟他在一起。我这边可能就会觉得是祝福吧，祝福的更多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像刚才各位女嘉宾分享的这个经历，我觉得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女嘉宾呢和她的前男友，我和我的前女友这个情感基础是比较重要的。像我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刚好了没几天就经历了一个暑假，就没有多少情感基础。他的这个前提是因为他2个人的情感没有那么深，如果谈了5年。恐怕那就不一样，那心里边可能就会有一些芥蒂。对，这个很重要。郑琦，男嘉宾你好。你好。
刚刚看到你在第二段感情中为爱哭泣，我是很难想象男生闹矛盾的时候哭，因为我自己是平时谈恋爱的时候很喜欢哭的一个人。你在面对下一次矛盾的时候，你也会选择用哭来解决吗？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男嘉宾你好。你好。刚刚看到你在第二段感情中为爱哭泣，我是很难想象男生闹矛盾的时候哭，因为我自己是平时谈恋爱的时候很喜欢哭的一个人。你在面对下一次矛盾的时候，你也会选择用哭来解决吗？这边我要分享一下，是当时我是第一次在女生面前哭，这个是特别的曲折，这么一个事，是当时我送她一个礼物嘛。然后他是因为迟到了，然后他觉得我在凶他，实际上我可能是关心他到哪儿了。然后电影2个小时，我哄他了2个半小时，然后把他送回去之后呢，我打开包看到礼物的那一瞬间，我就会觉得很委屈，就那个点就触碰到那个点了，所以就哭了。你刚说就是之后还会不会选择哭？那时候可能年纪也小，比较幼稚，然后现在比较成熟了，就可以2个人可以一起来怎么样避免这个问题，而不是单纯用哭来解决。最后一个问题，21号。爆灯了，哇！嚯！来4号。刚才从男嘉宾上台，我就一直有在观察着你。就首先，你是一个特别有礼貌的男嘉宾啊。孟老师好，2位老师好，24位女士好。哎，你好，哎，你好，好，谢谢，好，谢谢，之后一定会去。然后呢，还非常的细心。就比如说刚才孟老师夹着那个板子在说话的时候，你想帮他接一下。就是我都有观察得到，然后再看你的 VCR 里面呢，也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孩子。我是一个特别慕强的人，我也会奔着优秀的男孩子去上进，然后和他一起共同进步。但是呢，可能每个人的优势都不同，我是属于运动方面比较强项。没关系，我们可以互补嘛。我在运动方面也会有向你学习的地方。哇！谢谢。你在哪个城市？我在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幼儿舞蹈老师。成都离西安很近的。对。最后一个问题，黄赛赛。Hello， 男嘉宾你好，你好，我叫黄赛赛，今年24岁，来自广东珠海，目前呢是一家奶茶店的店长。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你会去怎么解决？第一种的话是你先安抚一下女友的情绪，第二种的话是你会找出问题的关键点，然后来和解掉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做呢？为什么呢？我觉得当然要选择第一点。我觉得男女方吵架，女方已经有点情绪了。我觉得这样子，你跟他理智的来分析，他已经听不进去了。首先要安抚他的情绪，让他先理智下来，先冷静下来，然后再进行后面的操作。好，谢谢。谢谢。现在留灯的是4号、5号、21号、23号，除了4号之外，留1盏灯。不好意思，谢谢。不好意思，谢谢。
有请4号、21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郑琦。哇，智推。啊，王晨光的智推女生是张敬义。男生阳光开朗，精力充沛，随和自信，感情中炙热而迅速，喜欢浪漫有趣的约会方式。女生呢，性格聪明好学，自我要求高，感情中待人真诚，在意对方的诚意和人品。两人都热爱运动，懂得探索和享受生活，是属于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的一对佳偶。哇！女嘉宾的资料看一下：黄赛赛、何旭的风、内心的大冒险、幸福感，你选一个。我选何旭的风。1。情绪稳定，温柔爱笑。听说女孩子生气会变丑，所以很少发脾气。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很擅长与自己和解。郑琦，看看这样的我，理想的他，我的恋爱观。我选第一个。你看到的我是自信、爱笑、阳光的样子，一个人拧不开的瓶盖，一个人不敢走进去的电影院，想尝的美食，以及期望很久的双人蹦极，都可以有你的陪伴。张敬义，8小时后的我必不可少，边走边拍。我选第一个，8小时后的我。Hello， 欢迎来到我的下班生活。一般6点到家，辛苦了一天，先简单的卸下装备，然后洗个手。6点半已经闪现到厨房里准备晚饭了。今天晚上简单的炒2个菜。一个人的时候，我习惯选一部下饭剧陪我。7点半把明天要做的工作整理一下。今日份的工作结束啦，有些疲惫，放松时刻看会儿《非诚勿扰》。8点半让狗子陪我一起浅浅的健个身。9点半敷个面膜，贴 OK 啦。10点啦，晚安喽。王茂杰，忍不了，最想做的是我的爱好。我选第一个，忍不了。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拖延症。不洗澡，不刷牙，不刮胡子，爱吹牛说大话，和异性之间没有分寸感，对自己生活没有规划，怎么听都是在说前男友。而且跟我们现在的男嘉宾是截然相反，所以他爆灯完全有理由。对。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你们上一次在感情中开怀大笑是因为什么？哇，这个问题很棒。23号。我印象中上一次开怀大笑好像没有特别开心的事情，但是我希望会和另外一半会有一些令我开怀大笑的瞬间。谢谢。好，谢谢。郑琦。我开怀大笑的话，就是比较开心的，可能是我那时候做完美甲，只是随便的给他列了几个小吃，结果在我做完美甲之后，他真的就拿那6、7样，每个手都拎了好几袋过来找我。好，谢谢。10号。我是因为以前有谈过异地恋嘛，我觉得就是2个人互相奔赴，然后见到的那一面，我就觉得很开心。4号。之前他打羽毛球比较厉害，然后呢，我就勤学苦练，超过了他，把他打败了，我就开怀大笑了。我觉得听到开头也实在没想到这个结尾。好，来，最后时间给爆灯的4号。
就是男嘉宾从你上台一眼定情的感觉就出来了。我叫王晨光，今年31岁，来自陕西西安。爆灯了，哇！所以我爆灯了。我觉得你的各方面都是我的理想型，然后就比较喜欢。而且有一个比较巧的是，我才从成都出差回来，我也非常喜欢吃一些犄角旮旯的美食，然后希望有机会咱们可以一起吃。好。好，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1个。你的决定是？我选择爆灯的女生，爆灯的女生。有请下一位男嘉宾。3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你们好，我叫王晨旭，然后今年28岁，来自美丽的云南昆明。来，选你的心动女生。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在深夜回家的时候，对方能为我煮一碗面条。啊，这都是电视剧看多了。赵晴，男嘉宾你好，你的深夜是在大概几点钟啊？早上8点到9点钟。早上8点。等会儿，你再说一遍，你的深夜是？抱歉，我还以为他问我的出生时间。那个深夜，明白。你要吃面条的那个时间是几点？我的深夜一般在1点钟到3点钟，但是现在应该会很少了。因为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在以前我创业的时候。等一下，你穿越的时候？创业。创业。1点到3点，你们谁1点到3点可以起来煮面的？我17号。那可以就是点外卖吗？其实这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爱的表现，对，不一定你一定要非常煮面条，或者说一定要煮汤圆。那如果我希望你可以早上开车送我去地铁或者是公司的话，你会愿意吗？当然愿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我很乐意做这个事情。你凌晨3点才胀了一碗面条下去，早晨可以7点钟起来送女朋友上班，你能撑多长时间？我坚持，坚持。那个1号。你好，男嘉宾，我觉得在你深夜回家的时候给你煮面条没有问题，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那我每天8点要上班，你可以在大概7点的时候每天为我做早饭吗？除了周末的时候。这都是服务交换的。来了。你到时候7点先给1号把早餐做好，8点再送17号上班，我觉得这个就很饱满，很饱满。好辛苦。
你看男人卑微到什么程度？他就提出了这个希望之后，他没有收到任何一条正向反馈，而收获了其他的服务条款。男人好难，做人好难。你赶紧提第二个问题。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我不太希望女生在我工作的时候突然闯进我的房间。郑琦。男嘉宾你好，其实我可以理解你这种说法，因为像女生平时看剧的时候也是不希望有人打扰的。但是我觉得说，如果说我跟你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是我待在一个角落里看剧，然后看着你工作，我觉得你工作的时候很帅呢。也可以，我平常时间不介意，我只是不太希望有人突然在我做事情的时候突然就传进来。哦，就只负责，他就只看你帅就行，但不要跟你说这事儿，就是说。18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上班如果忙起来也是非常忙，然后如果我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对方不管任何人给我发消息，我都是不会回的。这个时间可能持续1整天，你可以接受吗？我不太能接受，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手机不离手，这个事情我还没有遇到过。但是如果选择了这个女朋友，遇到了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可以沟通。好的，明白，谢谢。好，来看片子。珠宝是艺术和工艺的完美结合，人类用自己的思维巧妙地在自然里留下了痕迹。我是王承旭，是一名珠宝设计师。从小叛逆调皮的我，只有在画画的时候才能安静下来。也因为喜欢绘画，我选择了珠宝设计行业。而我的珠宝故事要从2枚戒指说起。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对我比较有特殊情谊的一个戒指是我手上戴的这枚戒指，它叫勇敢的心。我给那个客户设计了一个产品，然后帮他制作出来。做好后，我才看到宝石背面是有一小小的一个矿缺，但是那个矿缺对于宝石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是它很正常的一个特征。成品出来客户不喜欢，就说不要了。我说没关系，我就用当时全部的积蓄买了下来。每天都戴着这个戒指，激励自己要设计出更好的产品。我当时设计它的时候就叫勇敢的心，我就用了一个罗马柱，一些比较刚硬的一些线条来做这个戒指，没想到它火了。我觉得也侧方面的给了我一个勇敢的心吧。第2枚值得说的戒指是在18年的年底，一个游戏战队 IG 他得了一个全球的总冠军，我就设计了这一枚戒指的一个稿子，很荣幸是被他们的老板给看到了，他就联系我，他说：“哎，你能不能帮我做这个戒指？”我当然可以啊。这一枚戒指让很多年轻的朋友知道了我，可以说这2枚戒指见证了我的创业历程，从默默无闻到小有名气。现在经营着自己的一家珠宝公司，也拥有了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和制作工厂。我家里还有一位比较特殊的成员，他叫夫子，长得是很帅气凌人，内心其实非常的温柔，陪伴了我6年，他已然成为了我的家人。唯一的遗憾就是还缺一个喜欢他的女主人。今天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希望能弥补这个遗憾。16号。你好，男嘉宾，因为你家里养了一只狗，然后狗的话会掉毛啊什么的，平时的家务都是你自己做的吗？我目前是我一个人生活，我平常就是简单收拾一下。因为我有2只猫，掉的毛会比较多，那你可以帮忙把它的毛也一起清理了吗？没问题，如果在一起生活的话，这些都是日常的琐事，我觉得你已经够忙了，早晨要做2个早饭，还要送1个，还要去送上班，这儿还要打理猫和狗是吧？再往下聊，你要开个家政服务了。赵晴。男嘉宾你好，刚才在 V32里看到你是珠宝设计师，你有就是对未来另一半的婚戒啊什么的有没有一些想法设计？其实这个设计要根据他的要求来，他喜欢什么我都可以给他满足。这个意思可不可以理解为价格完全不是问题？在我能力之内没问题。谢谢。李恒。男嘉宾您好，
因为你是珠宝原创设计师嘛，那如果说你的设计感顾客有一些质疑或者否定的时候，你是尊重顾客的想法，还是用你的想法来去说动你的顾客？这其实我们设计是一个服务行业，我需要根据客户的一个情况来跟他设计适合他的珠宝，并且我的客户是付了费，证明他对我已经认可了，所以会更好的沟通。但是会出现改稿的阶段，对吧？我们基本上就是一稿过，不需要改稿。就我对我的专业还是很自信的。我们来看一看男嘉宾的设计的一些作品。哇，哇，漂亮！哎，这是刚才天珠提到的，这是第一枚戒指，勇敢的心。就是客户很介意它背后有一个小块缺，但是那个是个正常的，但是他就不太喜欢，那我就用全部的积蓄把它压了下来。然后后面这枚戒指也帮我有了很多的客户赢回来。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事情的，因为他把那个有缺陷这个事情，他坦然的告诉了客户，他没有骗他，对，然后对方虽然拒绝了，但是他愿意花钱把这个自己的诚实买下来，就是我捍卫了我一个设计师的精神。我可能会被拒绝，但是我绝对不说谎，还要真诚，这也是爱情中的态度，是这样的。这个就是那个游戏，IG 对冠军钻戒。这个戒指呢，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所以这2枚戒指其实对我来说是有一个在事业上面的一个帮助的。哇，后面这个挂饰也很帅。这是一个老鹰，这个也是让行业里面很多人知道我的一件产品。非常多的人去照着它做，但是都做不出我们做的那种质感。其实这是一个很多年前的设计了，用的是一个桂花来设计的一个吊坠。其实背后有一段故事，是一个客户找到我，因为他的哥哥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一个意外失去了，那他母亲就在那个院子里面种了一棵桂花树，那个桂花就一直陪着他们走过了一段岁月。那后面他母亲生日的时候就找到我说，让我用桂花元素设计给他母亲做一个生日礼物。所以其实珠宝并不是饰美，它也有记录一段故事的一个象征，一个意义。爱的传递。对，这个很好，把个人故事融入在里面之后，它就有了独属的象征意义。对，它就不是一个工业品，不是一流水线作品，而是艺术品，是个人故事的凝结。对，就是时间会逝去，感情也会淡化，但是如果你把感情寄托到一件物品上面，它会能更长久的来存在。业务就先谈到这儿啊，接着谈恋爱的事儿。看下一条。爱情像是一颗在等待的原石，遇到最懂它的设计师，才能成为璀璨的宝石。我和初恋因为宝石而相识，同样对宝石的热爱让我们很快熟悉了起来。他会邀请我帮他设计珠宝，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更密切，互生好感也就顺其自然地在一起了。当时初出茅庐的我，有着满腔的热血和精力，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可即便当时我已经非常努力了，还是达不到他的预期。时间久了，身上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直到那天，他和我说他想要一座带花园的房子，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那是我当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可能真的匹配不上这段感情。其实心里面还挺难过的，但是感觉会如释重负，好像所有的压力就没有了，卸下来了。这段感情让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你在合适的位置，你也应该说合适的话，办合适的事情，不要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去许一些诺言。第二段感情的女生，她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成功女性，给到了我很多帮助，更多创意上的灵感，也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客户。工作上她是独立的女性，恋爱中她也有小女孩的敏感。我们的恋爱总是她可以，我不可以。她可以调侃我工作中的麻烦，而我不能跟她开同样的玩笑。这样的双标让我内心感觉不平衡。还有100种方法来证明我是错的。时间久了，我的内心也更压抑了。
最终我们选择了分手。现在我的一个整个状态呢，就相对来说成熟很多。我觉得如果再去谈恋爱，它是一段很成熟、很独立的一个恋爱了。寻找爱情的道路就像发掘原石的过程，路上所有的经历都是收获。我不需要对方有多大的能力，或者说做多大的事情，而是需要他有自己的一个事情在做，有独立的人格，我觉得就够了。我感谢过去感情里面的每一个人，让我学会成长，变得更加成熟。我期待快一点遇见你，让我们一起去经历更多有意义的事情。9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看你2段感情经历，好像你都不太愿意接受，就是感情带来的压力。我感觉你描述就是不愉快的东西比较多。如果不多的话，就不会分开了。可能会让我觉得你有一点点小强势，你生活中是这样的人吗？就是比较占主导一点。还好，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愿意沟通的人，我觉得一切应该在沟通的基础下面来进行。我的强势可能更多是在我已经100%的确定一个事情之后，然后我坚持我的观点，那种强势，但是不是你一定要给我去做什么事情的那种强势。我没这个脾气。谢谢。17号。男嘉宾的话，前2段恋爱都是比较成熟的女性，那会接受就是稍微不成熟的女生吗？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非诚勿扰，现在继续。17号。男嘉宾的话，前2段恋爱都是比较成熟的女性，那会接受就是稍微不成熟的女生吗？相对来说，我也成熟了一些，也长大了一些，所以如果再谈恋爱，我选择的女生，可能我还更希望她简单一点，快乐一点。就我不需要她一定要有什么的能力，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表现，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小事情在做着，然后简单一点就可以了。19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的上一任他是一个特别双标的，就是当时他会让我打开我的手机定位，但是他不打开，不能让我看他的。让我觉得要么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去做，要么就都不要做。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是？我赞同，我觉得就是你能做，我也能做，就是不要我要求你做，但是我自己做不到。我自己要求你的前提下，肯定是我自己做到了，我才能来要求你。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6号。男嘉宾您好，我想了解一下您在工作过程当中如何去处理和女性客户之间的这种关系呢？如何控制好这个度呢？我觉得我是一个美女绝缘体，就是我在的地方好像不能说这个话，太得罪人了，不能这样说。这句话播出以后，他应该就没有女客户了吧？对，我的客户男性占比是更多的，这是我的特点。我设计男性产品会更多一些。那如果让您用一个动物来形容自己，会用哪个动物呢？如果说让您想一个动物来形容您的理想中的女朋友的话，又会用哪个动物来形容呢？我觉得我可能是河马。为什么是河马呢？因为能吃面。我觉得我的脑子并不是特别灵光的那种人，会笨笨的。但是你让我去琢磨一个事情，我也能琢磨清楚。我的行动不会是很敏捷，思路不会是很敏捷，但是还是有一定能力扛事的责任心在的。大智若愚啊！哎，那刚才他还提到你心目中理想的伴侣，就河马，你觉得他会爱上哪种动物呢？鳄鱼。哎，他们生活在一个水域里边。可能会是一个长颈鹿。长颈鹿。长颈鹿。你在水里，它在地上，这怎么玩？长颈鹿的特点是什么？优雅的，然嗯，后高傲的。视野和格局啊。哦。现在留灯的是7号、21号，有请7号、21号。
Do you want me to? I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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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ly like you. Help me, do you want me to?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来看大屏。赵晴。好醒目啊！对啊，这该说不说，是有点像长颈鹿啊，这个头来。来看一下直推是男嘉宾的直推女生是马一凡。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男生性格开朗健谈，充满活力，有非常棒的艺术审美和生活品味，看重家庭，感情中乐于付出，喜欢精致有品、独立自主的女生。女生喜欢广交朋友，活力满满，聪明睿智，有上进心，更喜欢随遇而安的生活。感情中随和自信，懂得照顾对方的感受。确定关系后，彼此都会认真的相处，一起规划未来，供两位参考。来看4个女生的基本资料。21号，理想的爱情恋爱约定，理想的婚礼。理想的爱情吧。1，最好的爱情是2个人并肩而立的长大，眺望同一个方向，能够在各自的世界闪闪发光，在彼此的世界熠熠生辉。全是文学描述性的东西啊。赵晴，细节控，这样的我好听。这样的我。时常把自己比作一只小鸟，自由且快乐，常常选择旅行度过周末。虽然时间不充裕，但说走就走的时刻真的很让人兴奋。飞去青岛，吹一吹海风，坐上列车，爬一爬泰山，跑到淄博凑一凑热闹，爬上香山看一眼日出。每一次出行，最让我担心的是我的4只宝贝。虽然他们不会说话，但总能在我伤心难过时给我最大的安慰。他们调皮捣蛋的日常让我一个人的生活越发有趣。虽然一个人很自由很快乐，但如果遇到同行的那个人，我想会有更多的惊喜和美好。你喜欢这样的我吗？马一凡，能打的女孩，喜欢这样的你，我的爱好。能打的女孩。1，我是一个热爱运动的女孩，每天早晨都要进行晨跑，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运动。虽然外表看起来很文静，但却是名副其实的跆拳道黑带。下面就会展现一些跆拳道中简单的推法。不要怕，我其实平时也是一个温柔爱笑的女孩子，这样的我你喜欢吗？何琪，最爱的是理想的他，心灵手巧。理想的他。喜欢会穿搭、牙齿白、自信且有耐心的男生，自己是一个非常看重细节的女生，希望你能在细节上打动我。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如果有红宝石、祖母绿、蓝宝石或者珍珠、钻石这5种宝石的话，你们会选择哪一种宝石来形容你们自己，或者说你们觉得更像哪一种宝石？我觉得我会选择红宝石，因为红宝石的话，它是红色的嘛，红色代表热情奔放。我觉得我性格也是比较热情一点的人，所以我会选择。赵晴。我会选择钻石，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比较天真、比较纯真的那种，所以就是想法平时也就是简简单单的，所以我会用这个形容自己。可能我的话也会选择钻石，因为我觉得比较浪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可能对其他的不太懂。我可能是喜欢红宝石，红宝石也比较热情奔放一点嘛，然后我性格也是属于热情一点的。2个红宝石留灯，选上来2个钻石。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你选中间2颗钻石，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2颗红宝石，你可以带走其中1颗。你的决定是？
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的决定是？我的决定是左边的那一颗钻石，左边的那一颗钻石。来，3位女生请回。来，你好。你好，就是虽然你拒绝了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看了你的那条片子后，我觉得我应该能符合你的标准。我们去收宝石，会去很多的国家，然后去矿上，去宝石的采购中心，都会是有意外的美好的小事情。其实那些事情，我觉得在于感情生活里面都会非常的浪漫有情调，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愿意和我一起去感受那些快乐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再考虑考虑，我们要不要有一个开始？我们要不要有一个开始？ Cause if you wanna go, baby, let's go. If you wanna rock, I'm ready to roll. And if you wanna slow down, we can slow down together. If you wanna walk, baby, let's go. 你真的特别好。那个，就是我想说一下我的原因是，从第一点，你希望深夜给你做晚餐，虽然它只是一个浪漫的一个，就是你希望的一个点，但是我的话，我10点钟就要睡觉了。明白明白。对，然后在后面看到你的那个感情片段里，最后的2段结束的原因都是因为现实的问题。我更希望是我和我的另一半就是共同去，沟通，我们一起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就是提出来一个什么，然后你独自承担，你比较强势的，就是要撑起所有。我觉得那样你会比较累，我也会不希望看到那么累，对。明白明白，那所以你就不选择开始，不希望我那么累。所以谢谢你的喜欢，你真的很好。谢谢你的喜欢，你真的很好。好，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